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K 啊。vivo X Fold 5这款产品的定位，在我体验以后，我感觉太有意思了。就是主打轻薄的折叠屏我们见过，主打全能的折叠屏我们也见过。想要承接苹果用户的产品，那在国内我们也见过。但在国内这个折叠屏的市场环境下 ，vivo 试图用这款产品走出一条有那么些不一样的路，不拼天花板，转身去服务那些苹果生态用户和折叠屏的入门人群。这背后是战略转型还是躺平不卷？我体验了几天，发现 vivo 这次是真想明白了。首先，重量，217克什么概念？这已经不是接近直板旗舰了，这是超越了。这款产品拿在手里，尤其是日常我只使用外屏的时候，就是你不会感觉到有一丁点折叠屏的感觉哈。而且 vivo X Fold 5的手感特别棒，这款产品的中框啊，它做了这个弧度处理，并不会有硌手的感觉。那外加屏幕边缘还做了那么一丢丢的曲率。虽然没有4V 指那么明显，但对手感也是有帮助的。那其次呢，是这款产品的镜头突出也不是很明显，所以整机在设计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突兀元素。这确实是我用过手感最好的折叠屏产品，没有之一。说实话，其实我对于折叠屏厚度方面的竞争已经相对无感了。不过 vivo X Fold 5的确带来了优秀的手感啊，且展开以后。这个 C 口部分，只能说 vivo 确实够卷。而更离谱的是呢，它在这个基础上还实现了 IPX9 的抗水和 IP5X 的防尘，甚至支持零下20度的防冻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 vivo X Fold 5的可靠性。我打算把它展开状态放到冰箱冷冻层冻10个小时。The next day， 拿出时候呢，机身温度有零下-20度，然后刚拿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直接把它合上。那屏幕呢，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办法完全闭合，且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机身有异响。那后续呢，经过常温以后呢，手机就可以正常的合并了，异响情况也几乎恢复，其他功能性方面没有任何问题。这件事儿就很有意义了。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实用属性，它更能解决很多人对于折叠屏可靠性的信任问题。如果 vivo 能把一个彻头彻尾的日用设备这个标签给消费者植入到脑海中，那对于想要尝试折叠屏的用户就很有吸引力。相当于在这款产品上，轻、薄、防水、耐用，折叠屏的品质焦虑在它这里都解决了。你没看错，这台安卓手机它能连 Apple Watch。支持健康数据同步，甚至能直接登录 iCloud。只需要在 Apple Watch 上下载 vivo 健康互联，然后在 vivo X Fold 5上打开 vivo 健康，添加 Apple Watch， 扫码配对即可。记得勾选 Apple Watch 接收电话 ，Apple Watch 接收通知，这样在手表上就可以直接显示 vivo X Fold 5的电话、短信，甚至是微信。像 Apple Watch 上很多人最常用的运动、血氧、睡眠数据也会直接同步到 vivo 健康 App。那众所周知啊，苹果的 Apple Watch 那做的是真好。如果你是个运动爱好者，可能已经习惯了 Apple Watch 的运动健康监测，但换手机就得换整套设备吗？很明显，现在不用了。那在文件管理 App 中呢，你会发现左侧菜单中多了一个 iCloud 入口，点击进去可以直接上传和下载文件，就可以实时访问 iCloud 照片、备忘录等等信息。那在 Mac 端下载 vivo 办公套件，就可以让 vivo X Fold 5充当 Mac 的扩展屏幕。那多窗口管理也更加直观。vivo X Fold 5上的电话、短信、验证码都可以直接流转到 Mac 上查看、接听，无缝协同。那我工作的时候呢，经常是 Mac 当主屏，vivo X Fold 5做副屏。用的时候呢，我经常都会恍惚，我是不是还在苹果生态里 ？vivo X Fold 5可以在我的设备中远程控制 Mac， 这个功能比较适合处理一些紧急的工作需求。如果想要提取 Mac 上的文件，点击文件管理就可以直接调取 Mac 中的文档，同时也支持分屏跨应用拖拽发送。那你在 iPhone 上下载 vivo 互联，进入双击互联配对成功后，下拉菜单中可以添加一个互传标志的按钮，点击进去就可以直接连接 vivo 手机的热点，两部手机之间的电话、信息通知都可以流转。那苹果和 vivo X Fold 5双持用户，短信验证码也上岛了，支持一键快速填写。那就算是在地户，也不用担心错过 iPhone 上的重要通知。vivo X Fold 5与 AirPods 连接成功后呢，原子岛上也会弹出专属弹窗。下拉手机控制界面，点击已经连接的 AirPods 耳机，你会发现 vivo 甚至可以兼容空间音频。如果不巧耳机设备遗失，你甚至可以通过 vivo X Fold 5来查找设备。破壁实现到这种程度啊，可以说是非常彻底了。所以可以这么说 ，vivo X Fold 5是从桌面端到穿戴端再到云端，全方位兼容苹果生态产品。那这次呢 ，vivo 在 Fold 5上也新增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功能啊，就是原子工作台。从右下角往屏幕中间滑，然后松手，
就能够进入原子工作台，一个应用为主体，其他4个应用以缩略图的形式放在左侧，并且呢，这个模式里其他4个应用其实也是前台挂体的效果。那这个功能呢，很好的利用了内屏的屏幕面积，应用也可以像桌面一样直接点击切换，响应很快，逻辑也顺。搭配上这个预览呢，操作要比安卓任务栏更加高效。像我平时出差在路上，微信、飞书、网页、视频会议来回切换处理工作，这个内屏就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。其他体验方面，这台 Fold 5塞进了6天毫安时大电池。实际体验下来，我这几天最真实的使用截图给大家看看。我个人认为这1天下来电量很安心，轻薄和长续航也不矛盾。影像方面呢，这台 Fold 5的影像方向它变了，主摄和超广角没有再激进，反而把精力花在了人像上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策略会怎么想，各位可以弹幕分享一波。你赞同 vivo 这个策略吗？那 Fold 5上用上了折叠屏里最大的潜望长焦，搭配 vivo 的人像算法和美颜效果，确实是很好。它不是一个全能的影像王者，但是在人像这个点上 ，vivo 选择比谁做的都更狠一点。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会觉得 vivo 在 X Fold 5上改策略了？就国内的折叠屏市场，大部分的策略只能靠狂堆料，试图做更全面的大折叠来博存在。而这一代的 vivo 在维持满配体验的同时呢，它试图去更好的服务苹果用户。就这台机器给我的感觉，它不是卷出来的，它是靠脑子、靠思考去做出来的。它是我目前用过的最轻、最舒适且最想清楚了的折叠屏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一个苹果用户，想双机并用，或者你是一个普通用户，想要尝试入手人生中的第一台折叠屏，那这台 vivo X Fold 5对你来说就很合适。OK， 那本期视频的讲内容就这么多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我是 HK， 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祝各位，拜拜。